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各位菩萨，各位善知识，阿弥陀佛。一位苦行僧修行30载，却依然感觉我如影随形，坚固不摧。他悲泣着叩问佛陀：世尊，为何我的我就是消灭不了？这声深切的叩问，是否也曾悄然回响在您的修行路上，甚至在您日常生活的某个瞬间？我们苦苦追寻的无我，是否真的意味着要将我彻底抹去？若真是如此，那寻求解脱的又是谁呢？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释迦牟尼佛与这位苦行僧的对话，探寻那惊醒梦中人的一语究竟蕴藏着怎样的智慧。如果您也对这个话题感兴趣，希望能从中获得启发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后续更多引人深思的内容了。在喜马拉雅山脉的一处隐蔽山洞中，有一位名叫迦叶的苦行僧。他的皮肤被烈日晒得黝黑，骨瘦如柴的身体上布满了常年苦修的痕迹。山洞前的一块平整岩石上，留下了他30年来日复一日盘坐的印记。这一日，迦叶终于来到了佛陀的祇园精舍。他形容枯槁，双眼却燃烧着一种近乎绝望的渴求。他的声音嘶哑而颤抖，泪水不住地从那饱经风霜的脸庞上滑落。世尊，他跪伏在佛陀面前，声音里满是苦涩。我已在山林中独修30载，风餐露宿，不畏严寒酷暑。我曾断食7日，只为减弱这肉身的声音。我曾冬夜坐于冰水中，试图冷却心中的烈火。我甚至用荆条鞭打自己的肉身，希望痛苦能让这个我消失。迦叶抬起头，目光中透着深深的困惑与绝望。可世尊啊，为何我的我如影随形，挥之不去？我越是想消灭它，它就越是坚固。我是否与佛法无缘？30年的修行，难道就这样白费了吗？在场的众多弟子无不动容，因为迦叶的困境也正是许多修行人的心结。迦叶继续倾诉着他的苦闷。每当我观察自己的念头，刚刚察觉到我的影子，就立刻想要用意志的力量将它压制、消灭。可是世尊，这感觉就像按住水中的葫芦，这边按下，那边又浮起。我用尽全力想要抓住那个我，却总是抓不住，只留下满心的疲惫与挫折。他描述着自己如何在禅定中追逐那个需要被消灭的我，却发现它就像一条滑溜的鱼，似有若无，捉摸不定。他甚至怀疑自己是否真的理解了佛陀所说的无我，是否理解了修行的真正意义。世尊，我已精疲力竭。迦叶的声音低沉下来。我曾以为我是一个可以被认出、被抓住、被消灭的敌人。我用尽了一切方法与他对抗，却感觉他比30年前还要强大。每一次我想要消灭他，反而更加确认了他的存在。我究竟做错了什么？迦叶的困境正是许多追求觉悟者的写照，越是用力想要无我，反而越是强化了我的存在感。这种自相矛盾的努力，如同逆水行舟，却不停地向后看，只会让船只原地打转。此时佛陀的眼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，他并没有直接回答迦叶的问题，相反，他提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问题：佛陀将如何为这位苦苦挣扎的修行者指明道路？佛陀的声音平静而温和，不带一丝评判。善男子，你所要消灭的我究竟是什么？它在哪里？你能否把它指出来？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，却如晨钟暮鼓，直击苦行僧心灵深处。他一时语塞，眉头紧锁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思考。世尊，这个我，苦行僧犹豫着，忽然伸手指向自己的身体，这就是我啊。佛陀微微一笑，这身体是你吗？若你失去一只手臂，我是否就少了一部分？
若你年老体衰，我是否就变了模样？这身体从婴儿到老者，时刻在变化，哪一刻的身体才是真正的你？苦行僧默然，又指向自己的心口。那么，我的感受，我的情绪，这些应该是我吧？你的喜怒哀乐，刹那生灭，潮起没落。昨日的欢喜已成过去，明日的忧愁尚未到来。在喜悦与痛苦交替之间，哪一种感受是恒常不变的你？苦行僧如同在茫茫大海中失去了方向，他急切地说：世尊，那么我的思想，我的记忆，我的意识，这些总该是我了吧？佛陀以可露竹杨焰为喻，善男子，你的念头如云卷云舒，来了又去，前念已灭，后念未生，念念相续，却无一念常驻。你所执着的我，如同沙漠中的海市蜃楼，可露奔逐，终究饮鸩止渴。在佛陀的引导下，苦行僧开始一层层剖析自己的五蕴：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他发现身体是变化的，感受是生灭的，念头是流动的，意志是无常的，意识是依缘而起的。没有一处可以找到那个恒常不变、独立自主的我。世尊，我找不到它，但我明明感觉它存在啊！苦行僧的声音中透着迷茫与一丝恐惧。佛陀的声音如清凉甘露：善男子，你寻找的无我，并非要消灭一个有我，而是要看清本就无我。你越想消灭我，反而越强化了我的概念。这就如同一个人追逐自己的影子，越追越远，永不可得。那么，世尊，我这30年的修行，你用我去消灭我，如同梦中人欲杀梦中虎，徒增梦中惊恐。醒则虎本无实，何须用力消除？佛陀的话语如同一道闪电，照亮了苦行僧长久以来的迷雾。他恍然大悟，自己一直在做徒劳的努力。他将我视为一个真实存在的敌人，需要被消灭，而这种想法本身恰恰是最深层的我执。无我不是一个需要通过修行达成的状态，而是对生命实相的洞见。当智慧之光照破无明，我执自然消融，如同阳光驱散黑暗，无需刻意为之。苦行僧陷入了沉思，他的眼神渐渐从混沌变得清明。但一个新的疑问在他心中升起：如果无我不是要消灭什么，那么多年来的修行之路究竟应该如何走？放下执念之后，又该如何面对那些依然升起的念头和情绪？佛陀目光慈悲地注视着眼前的苦行僧，缓缓道来：那些年来，你以为自己在追求无我，实则只是在不断强化我执。你寻求的无我，并非要消灭一个真实存在的我，而是要如实观察，看清本就无我的实相。这一刻，苦行僧如雷贯耳。30余年来，他从未想过自己一直在做徒劳无功之事。就像有人看见自己在水中的倒影，以为是另一个人，便跳入水中试图捉住他，但越是搅动水面，倒影就越模糊。同样，你越想消灭我，反而越是强化了我的概念。这犹如追逐自己的影子，越追越远，永不可得。佛陀拈起一朵路边的野花，接着说道：观如所谓之我，如此花一般，乃因缘和合而生。土壤、阳光、雨水、种子，缺一不可。人之我相，亦是五蕴和合，随缘聚散，何处有一个可称之为我的实体，可执取，可消灭？苦行僧开始明白，他多年来执着于要消灭我这一念头本身，就像可露逐杨焰，口渴的鹿追逐沙漠中的海市蜃楼，终究只是饮鸩止渴，徒劳无功。佛陀见苦行僧若有所悟，继续开示：执着于消灭我的人，犹如夜晚睡梦中被猛虎追逐，在梦中拼命躲避，或试图杀死猛虎，徒增梦中惊恐。若能醒来，便知虎本无实，何须杀灭？世尊，那我多年苦修，岂非白费？
苦行僧满脸忧愁地问道：修行非为消灭什么，乃为看清真相。无我不是一个需要通过修行达成的状态，它是对生命实相的洞见。佛陀的声音平静，却蕴含无限智慧。当太阳升起，黑暗自然消散。同样，当智慧之光照破无明，我执自然消融。犹如《金刚经》所言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你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不住于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不住于智，不住于愚。什么都不执着，又何来执着之我？苦行僧静静地聆听着，眼神逐渐从混沌转为清明。多年来，他一直以为无我是一种需要通过苦修才能获得的成就，如今才明白，无我只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，一种对实相的如实认知。佛陀拾起地上一片落叶，轻轻放在苦行僧手中。这片叶子是否有我？无我，苦行僧答道。然此叶不曾为无我而苦恼，亦不曾为证的无我而修行。它只是如其本然的存在，随风而落，归于泥土。苦行僧沉默良久，如同在黑暗中摸索多年的人第一次见到曙光。他回想自己苦修的种种，那些想要消灭我的念头和行为，本身就是一种更深的我执。30年来，我用错误的方法追求对的目标，难怪始终找不到出路。苦行僧喃喃自语：我不断用我来对抗我，用执着来消灭执着，如同用油去灭火，只会火上浇油。佛陀微笑着点头：常人见水中月影，欲取而不得，以为月影难求。智者仰望夜空，了知水中之月非月，月本在天上。同样，你所追寻的无我之境，不在远方，亦不在修行之后，而在当下如实觉知之中。这一刻，苦行僧多年的困惑如冰雪消融。他终于明白，执着于要证得无我这一目标本身，恰恰是最大的我执。那么，当我们放下了对消灭我的执着，转而如实关照当下时，真正的无我之智慧又该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展现呢？苦行僧的眼中闪烁着若有所悟的光芒，佛陀慈悲的目光注视着他，继续引导这位困顿多年的修行者走向解脱之道。尊者，30载的苦行，若只是为了消灭我，恰如饥渴之人掘井不停，却不曾低头饮水。你可曾想过，真正的解脱并非来自对抗与压制，而是源于智慧的关照。佛陀的声音如清风拂过湖面，在苦行僧心中泛起阵阵涟漪。如何才能获得这智慧的关照呢？苦行僧诚恳地问道，眉宇间的紧锁似乎已稍微舒展。放下追求无我的执念，方为入道之时。佛陀缓缓道来，你一直以消灭我为目标，却不曾真正观察过这我的本质。从今日起，不必再压制，不必再对抗，只需如实关照身心的变化，观察念头的生灭，如同河边观水，不评判，不追逐，不排斥。就像看天上的云卷云舒，只是看着它们来来去去。苦行僧试探性地问道。正是如此，佛陀微笑颔首，当你清楚地看到念头如云，感受如水，身体如借宿的房屋，一切皆是因缘和合，无常变化时，那个被你苦苦追逐要消灭的我，自然会显露其虚幻不实的本质。苦行僧似有所悟，却仍有疑惑。世尊，这样简单的关照，真能解开30年的心结吗？正因为简单，才最为深奥。佛陀意味深长地说，你用力太多，反而看不清眼前的实相。就像波涛汹涌的水面难以映照月光，唯有平静无波时，才能如实映现。放松你的追求，停下你的奔波，以清明的觉知看一切起落变化，不执着于任何念头和感受，包括那个想要无我的念头。苦行僧静默良久，忽然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轻松与通透。多年来第一次，他不再试图抓住什么，也不再试图推开什么，
只是安住在当下的觉知中。泪水再次从他的眼角滑落，但这次不再是痛苦的泪水，而是法喜与感恩交织的清泉。我明白了，苦行僧深深顶礼，我一直在用错误的方法缘木求鱼。修行的关键不在于做什么，而在于如何看。你已经踏上正道，佛陀慈悲地说，真正的解脱始于每一个当下的清明觉照。观照中的智慧胜过千年的苦行。离开佛陀时，苦行僧的脚步轻盈，仿佛卸下了背负多年的巨石。他感到心灵前所未有的宽广与自在，宛如新生。从此，每当有修行者陷入相似的困境，他都会微笑着分享自己的经历。别再试图消灭那个本就不存在的我，只需以智慧之眼照见一切的本来面目。但若仅仅从理论理解无我之道，是否真能超脱生死？佛陀对苦行僧还有什么更深的指引？世尊一语惊醒梦中人。这位苦行僧的故事，亦是我们许多人修行路上的真实写照。我们常常在我的迷宫中兜兜转转，试图用一个我执去消灭另一个我执，却不知真正的解脱，恰恰在于看清我本虚妄，从而放下那份沉重的执着。佛法所说的无我，不是要我们变成一个没有思想、没有情感的空壳，而是要我们从对自我的错误认知中解脱出来，活得更自在、更慈悲、更有智慧。就像那位苦行僧，当他终于明白无我不是要消灭什么，而是要如实关照时，30年的心结豁然开解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清安自在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每当我们执着于我的成就、我的失败、我的得失时，不妨静下心来，观察这个我究竟在哪里。是身体吗？是思想吗？是情感吗？当我们深入观察，会发现所谓的我，不过是因缘和合的现象，如同江河流水，刹那不住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在您的生命体验中，是否也曾有过类似的对我的困惑？您是如何理解和实践无我的智慧呢？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分享您的心得、体会或疑问，让我们一起学习，共同成长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您有所启发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分享，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感恩您的观看，阿弥陀佛。